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年的富贵兰花开的比往年要多很多，除了花量比较多之外，花的颜色也更加鲜艳。这些富贵兰在春天的时候，我就把它们搬到室外了。室外的种植跟室内的种植真的是有很大的差别。这些富贵兰我种植了有3到4年了，之前一直都是在室内种植，在植物灯下生长。在室内种植，虽然有植物灯的照射，也一天24小时开着风扇，感觉它们长得不怎么理想。把它们搬到室外种植之后，看看它的花的颜色比在室内种植的时候要明亮的很多。这棵开了2只花梗的应该是红刚，这个就是它的名字。富贵兰是一种耐高温也可以耐寒冷的植物，在夏天它可以忍受30、40度的高温。最近我这里的温度已经是达到100多华氏度了，105、106华氏度就应该等于41、44度了。在这么高温的天气，我也没有把它们搬回室内，一直都是留在室外的。看一下，就算这么高的温度，它们也依然的开花。在室外，感觉它们的花香是特别的浓郁。看一下这些根，一直都在积极的生长，一边开花，根也没有停止生长。富贵兰的种植方法其实跟卡特兰、万代兰的种植方法差不多，它对光线的要求也是卡特兰跟万代兰对光线的要求。这些富贵兰种植在室外是有遮阴的，它不能直接的晒太阳。看一下，这些根都在积极的生长。这棵在我手上今年是第1次开花，养了几年这棵都没有开花。把它们放到室外之后，很多之前没有开花的，今年都长出了花苞。富贵兰对水分的要求，也就是见干见湿，只要水抬干了就给它浇水。我这里的空气湿度非常的干，大概也就20%左右。春天的时候，我大概是4、5天才给它浇1次水。夏天是每隔1天给它浇1次水，每一次浇水是直接用水龙头喷。在室外多浇水也是没有关系，多余的水分很容易就会流掉。自从春天把它们搬到室外之后，没有给它们施过肥。看一下这一棵的颜色非常的漂亮。种植在室外的花期要比在室内的要长一些，在室内大概也就2个多星期，而种植在室外呢，这些花已经开了3到4个星期了。富贵兰的花都有非常浓郁好闻的香味，这里散发着非常浓郁的花香。种植在室外的富贵兰，如果天气环境好像我这边那么酷热的话，一定要保持良好的通风环境。如果闷热的环境，
加上空气不流通的话，富贵兰就很容易会腐烂。种植富贵兰的植料可以很多，我这些大部分都是用水苔种植。这几棵原来是用陶粒种植的，在室内种植的时候因为太干了，长得不怎么样，现在转用树皮来种植，树皮的吸水性比较好，希望这几棵很快就适应这种环境。我比较喜欢用水苔种植富贵兰，观赏价值也比较高。但是由于水苔比较容易分解，大概1年就需要给它换水苔，最多也就2年。2年的时候，这些水苔应该都长了青苔，黑乎乎的，外观上就没有那么好看。用树皮种植，在换盆的时候就比较简单，但是它的观赏价值就没有那么高。我在网上查询了一下资料，说富贵兰可以耐寒冷，在0度以上，它都可以在室外度过。今年的冬天，我也准备把它们继续的放在室外，看看它们能不能适应寒冷的冬天。在冬天，富贵兰需要的水分也没有那么多，偶尔给它喷一下水也就可以，只要植料不是湿的，它就不会烂根。我还是想尝试一下把它们放在室外，如果气温低于0度的话，我会把它们搬到室内去。把它们种植在室外真的是省心省力。就浇水来说，直接的用水龙头喷也就可以。在室内的话，还要小心翼翼的，浇水总会把地板弄湿，脏兮兮的。在室内种植虽然是开了风扇，但是感觉通风环境还是没那么好，经常都会长棉粉虱。把它们放到室外之后呢，就没有这个烦恼，而且它们长得更健康。这些就是我这几个月来的经验，跟大家分享。如果您也想把你的富贵兰搬到室外，最重要的2点就是：第一，不能直接的晒太阳；第二，一定要有良好的通风环境。只要通风环境好了，高温也是不怕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